华尔街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，交易大厅内人声鼎沸，屏幕上红绿数字如心跳般狂跳。突然，刺耳的警报声撕裂空气，美股三大指数开盘高歌猛进，却在午后如断崖般坠落。镜头急速切换，黄金市场火热，金价飙升至每盎司$3310，创近年巅峰。比特币更疯狂，冲破11万美元大关，历史新高闪耀。这一切究竟是经济繁荣的假象，还是全球衰退的丧钟？今晚我们带您直击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，揭开美国国债危机加剧的惊人真相。它如何将世界经济推向悬崖？美元、美股、美债为何三杀上演？日本资金会否抽离，压垮一切？中国降息求生，能否扭转乾坤？黄金、比特币狂飙，避险还是陷阱？风暴以来，您准备好了吗？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？您可能听过大而美法案，这个名字响亮又引人好奇。真相是，它正是2025年5月22日美国众议院以215票赞成、214票反对、1人弃权险些通过的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（HRE）。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法案，号称美国优先的超级计划，涵盖减税、福利改革、能源开发、边境安全、国防增强，试图重塑美国经济和社会。让我们拆开它，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法案背景：2025年，美国麻烦不断。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，部分条款年底到期，若不续期，您家税单可能暴涨。国家债务已超 GDP 的124%，信用评级被目的下调，市场慌了。边境问题、能源独立也是热点。川普重掌白宫，共和党控国会，急推 HRE， 用预算和解程序，1974年法案的妙招，避开参议院60票门槛，51票就能过关。法案内容像个大礼包，啥都有。税收上，永久减税，个人免小费、加班费、社会保障收入，美国造车贷利息的税，小企业扣除从20%升到23%，惠及2600万人。遗产税豁免更高，富人家族乐了。州和地方税扣除上限提至4万块，帮高税州有钱人。福利上狠砍一刀，医疗补助 Medicaid 要工作80小时月，没残疾没小孩的成人难拿。食品援助 SNAP 加限制1100万人或施部分全部福利。能源上，废拜登甲烷税，推油气开发，砍清洁能源补贴，威胁68.6万岗位。边境上，增援强防，号称最硬法案。国防上，升级空军、核武、反毒任务。还提债务上限4万亿，借钱救急。支持与反对，白宫和共和党喊话时代，称减至1.6万亿，促增长 2.2% 至 2.7%， 靠关税和经济增收 2.3万亿至 3.3万亿，或有盈余。可民主党怒批富人税骗局， 1.5万亿税汇给豪门，砍医保商1400万人，赤字或增 2.3万亿至5万亿。法案过众院，参院53-47，共和党占优，但前景未明。影响初探，减税看似美好，却让债务暴增，市场恐慌，美债危机加剧。它救美国，还是推向深渊？大而美法案。5月22日，美国众议院上演惊险一幕，215票赞成，214票反对，1人弃权。一项名为“大而美法案”的提案险过首关。这法案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一场全面减税的狂欢派对。从华尔街金融巨头到豪宅里的亿万富翁，从跨国企业到中产家庭，税负统统减轻，乍看人人拍手叫好。可镜头拉近，暗流涌动。减税意味着什么？联邦政府税收像漏水的桶，哗哗流失。专家算了一笔账，未来赤字可能暴增 3.8 万亿美元。3.8 万亿不是小数目，
相当于好几个小国的 GDP 总和，足以让任何经济体心跳加速、汗毛直立。市场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法案通过前一天，黑色星期三降临，美股暴跌，美元疲软，美国国债价格跳水，三大市场齐齐阵亡，人称三杀。交易员满头大汗，屏幕一片血红，恐慌像病毒般蔓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减税砍了政府收入，国债窟窿越挖越大，政府只能发更多债券借钱。债券洪水般涌入市场，供过于求，价格自然崩塌。债券价格一跌，利息就往上窜，实际利率飙升。企业借钱成本高了，股市投资不划算，投资者慌忙抛售股票，补融资窟窿。恶性循环像脱缰野马，刹不住车。但这只是冰山一角。镜头转向全球，美元是世界货币，美元动荡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欧洲、亚洲的交易员盯着屏幕，眉头紧锁。新兴市场的货币汇率剧烈波动，投资者心跳加速。这法案看似美国的家务事，却像扔进湖面的巨石，涟漪席卷全球。减税的狂欢究竟是救经济，还是引爆危机？您觉得呢？风暴才刚开始，接下来更惊心动魄。劫贫济富，减税真有那么好吗？专家一针见血，这就是劫贫济富。减税让有钱人更爽，亿万富翁、企业巨头少缴税，口袋里的钱越塞越多。可政府收入少了，钱从哪来？答案残酷，砍低收入家庭的健保补助。本来给穷人的医疗保障、福利项目被一刀刀削减。富人笑逐颜开，穷人却雪上加霜。这不是正义的劫富济贫，而是反过来的劫贫济富，像不像土匪行径？您心里怎么想？但在美国，这却不稀奇。镜头转向街头，白人中产家庭挥舞标语，支持减税，高喊凡事靠自己，不靠政府，这才是自由。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，个人奋斗至上，依赖国家是社会主义，他们嗤之以鼻。东方人看不懂，我们亚洲、欧洲、北欧国家常觉得有钱人多掏点税，帮帮穷人，天经地义。在台湾，我们心疼偏乡山区，捐款做义工，觉得理所当然。可美国不同，种族问题掺杂其中，穷人多是黑人、拉丁裔，白人纳税人不太愿掏钱帮扶，少数族裔声音弱，投票支持民主党也难翻身。共和党推减税，反弹声浪小，法案顺风顺水。可市场不关心公平，他只看数字。华尔街分析师敲着计算器，减税让赤字暴增 3.8 万亿，国债发得更多，债券价格崩，利息飙升。保险公司、银行手握大量美债，怕亏本，抢先抛售。台湾央行持5000亿美债，保险公司8000亿，若跟风卖出，崩盘更猛。市场恐慌不是因为劫贫济富，而是算出债务失控的恐怖后果。价值观撕裂，经济风险放大，这场博弈赌的是全球的未来。您说谁会是赢家？谁又将付出代价？全球市场的连锁崩塌。华尔街交易大厅，债券交易员满脸汗水，手指颤抖，疯狂抛售美国国债。债券价格如滑坡般坠落，利息蹭蹭上涨，实际利率飙到 5% 以上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您每天刷的信用卡利息涨了，想买房的房贷成本高了，车贷、消费贷款、企业投资贷款全线涨价。高利息像绳索勒紧消费者脖子，
买车、买房、逛商场的心思都没了，消费支出急剧缩水。企业也慌了，借钱贵了，建厂、研发、扩张的计划泡汤，投资缩手。这2块可是美国 GDP 的支柱，占70%以上。他们一萎缩，经济成长率下滑，衰退的幽灵悄然逼近。投资者吓破了胆，抛弃美元，抱紧救命稻草：日元、欧元、德国公债、日本公债。镜头转向外汇市场，日元汇率像火箭蹿升，欧元紧追不舍。美元、美债、美股三杀上演，市场一片哀嚎。有人戏称川普想偷鸡，却10把米，但危险远不止此。镜头飞越太平洋，来到日本。20年期国债销售惨淡，市场传言日本央行要缩债，减少买债券，拉高利率。过去日本靠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刺激经济，可效果不佳。如今利率爬向1%、2%，债券价格跌，利息涨，投资者紧张，资金会否从美国抽离，回流日本？再看新兴市场，巴西、印度、南非的货币巨震，资金外逃，股市动荡。美元是全球贸易的血液，它一弱，国际油价、粮食价格全乱套。企业借贷成本高，供应链断裂，物价飞涨，普通人生活更难。买菜贵了，加油贵了，贷款还款压力大了。这场风暴已悄悄敲您家的门。全球市场像连环锁，一环崩，环环塌，衰退剧本会否成真？答案就在下一幕。避险狂潮，危机中恐慌点燃避险需求。黄金价格回升至3310美元每盎司，专家喊话可能冲刺3500美元，摩根士丹利更预测4500美元。为啥震荡？因为股市、债市亏惨了，投资机构卖黄金补窟窿。3000美元是底线，低于这价他们就赔本，所以金价在3000到3500间来回跑。黄金1000年来避险之王，战争危机时资金蜂拥而至，俄乌战争、中东冲突时金价就狂飙，如今金融风暴再推一把，您敢买吗？比特币更夸张，价格突破11万美元，历史新高。为啥涨？过去黄金、美元、比特币并称避险3剑客。战争爆发，附近国家富人怕乱，把钱投向这3者。如今俄乌、中东战火淡去，台海冲突只闻楼梯响，资金本要撤离，可金融风暴又来。美国批准比特币 ETF 合法，贝莱德等巨头疯狂买入，推高价格。比特币像过山车，高投机，高风险。专家警告：赚得快，亏得很，敢玩吗？年轻人盯着手机炒币，老一辈抱紧黄金，避险狂潮席卷，您选哪边？但别忘了，避险也有陷阱。黄金实物好藏，价格稳，但买多了存哪。比特币虚拟，涨跌猛，黑客一攻，钱包归零。保险公司、银行手握美债，抛售潮起，美元、美债不再安全，资金涌向黄金、比特币，可撑多久？全球避险情绪高涨，您的资产准备好了吗？风暴中，机会与风险并存，下一秒您会怎么选？全球资金大逃杀，镜头飞向日本，20年期国债销售疲软，市场人心惶惶。传言日本央行要缩债，减少买债券，拉高利率。过去日本靠低利率、负利率撑经济，可结果呢？不存钱，不贷款，明天跟昨天一样，经济停滞几十年。央行急了，卖债券推利率，从负值爬到1%、2%，债券价格跌，利息涨。存款、贷款成本增，市场紧张，但还撑得住。日股表现尚可，日元靠美元弱势上涨。日本若拉高利率，
资金或从美国抽离回流本土，性价比更高的日本资产吸引渡边太太日本投资者的代称。这会否压垮美债，成最后一根稻草？镜头转向中国，银行活期存款利率降到 0.05%， 几乎零利率，刺激消费。中国人爱存钱，储蓄率 45%， 一年存8万亿美元，秒杀美国4万亿，储蓄率不到 15%。美国赚28万亿，储蓄少；中国赚18万亿，存8万亿，多壮观！可钱交给谁？金融业。银行收存款、放贷款、买股票、债券。可问题来了，中国银行管理保守，投资眼光差，资金没流向高效产业。制造业重，金融业轻，人才跑去造厂，不管钱。专家喊话：降息、松绑、开放。降息让贷款便宜，鼓励买房消费，缩小存贷款利息差，逼银行优化，别躺赚。2020年新冠疫情，经济萎缩，中国却推3条红线，收紧地产贷款，雪上加霜。房地产崩盘，百姓钱卡住，不消费，不投资，买不起贵衣好家具，相关产业全垮。2022到2024年，地产债务炸裂，地方政府靠卖地税发薪都难，中央掏10万亿救场，未来或花50万亿。现在降息是救命稻草，鼓励买房、投资、消费。可零利率行吗？不，得留点利息，不然经济更乱。上海楼市微动，年轻人敢创业，消费回暖，这招管用吗？全球资金大逃杀上演，美债不稳，美元疲软，资金逃向日元、欧元、黄金、比特币。中国降息求生，日本调利率，日本资金若撤离美债，全球市场更乱。您的存款、投资放哪？这场淘沙，谁生谁死？全球经济的十字路口，美债危机如火山喷发，赤字 3.8 万亿，债券崩，利息飙，消费、投资双缩，美国经济滑向衰退。日本资金若抽离，美债更危。黄金、比特币狂飙，避险热潮高涨，但风险暗藏。中国降息就是刺激消费、投资，可房地产债务，地方财政窟窿仍大。全球市场互联，美元一跌，油价、粮价涨，生活成本高，新兴市场货币震，资金外逃，股市乱。保险公司、银行握美债，台湾央行5000亿，嫌弃8000亿，若抛售，美元、美债崩盘加速。超市物价飞，加油站排队，房贷压身，您的钱包还撑得住吗？专家警告，衰退剧本逼近，投资是出路。买黄金稳，买比特币搏。日债得债值不值。全球经济战十字路口，风暴席卷，普通人怎么办？华尔街钟声敲响，交易员屏息，屏幕闪烁。下一秒，衰退来袭，还是曙光出现？您的资产，您的未来，准备好了吗？风暴无情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您会如何抉择？关注我，我识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